泰勒·斯威夫特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是当今流行音乐界的女王，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以她的自传式歌词、不断重塑的音乐风格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唱会闻名于世。作为21世纪的文化偶像，她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家，更是影响了全球亿万粉丝的超级巨星。她的音乐跨越乡村、流行和独立民谣等多种流派，销量超过2亿张唱片，是历史上最畅销的女艺人之一。她的巡演收入打破纪录，她的歌词常常成为年轻一代的情感共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位从乡村少女成长为全球巨星的传奇人物。泰勒·阿里森·斯威夫特出生于1989年12月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雷丁。他在一个圣诞树农场长大，他的父亲斯科特·斯威夫特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母亲安德里亚则是一位营销主管，还有一个弟弟奥斯汀，后来成为演员。泰勒的家族有苏格兰、英格兰和德国血统，他从小就对音乐情有独钟。童年时，他经常在假期里表演当地活动，还在9岁时开始学习音乐剧，并在纽约上声乐课。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走音乐路的是观看费斯·希尔的一部纪录片。那时他11岁，就带着自制的试听带去纳什维尔闯荡，却屡屡碰壁。这让他意识到，要想脱颖而出，必须学会自己写歌。于是他开始自学吉他，并在13岁时写出了第一首歌。14岁那年，全家为了支持他的梦想，搬到了田纳西州的亨德森维尔。他在那里上高中，同时兼顾音乐事业，最终通过家庭教育完成了学业。泰勒的职业生涯起步于2004年，他成为索尼 ATV 音乐出版公司最年轻的签约艺人。2005年，他与大机器唱片签约，确保自己能掌控专辑的创作权，这让他成为乡村音乐界的新星。2006年，他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 Taylor Swift， 里面有像 Tim McGraw 和 Our Song 这样的热门单曲。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成为乡村音乐的明日之星。他还为像拉斯卡尔、弗拉茨这样的艺人开场演唱，积累了经验。2008年的第2张专辑 Fearless 是他的突破之作，销量超过1200万张，单曲 Love Story 和 You Belong With Me 风靡全球。这张专辑让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格莱美年度专辑获奖者，他一举拿下4座格莱美奖，包括年度专辑奖。这标志着他从乡村少女转型为流行偶像。进入2010年代，泰勒继续探索音乐边界。2010年的 Speak Now 是他完全自写自唱的专辑，首周销量破100万，单曲 Mine 和 Back to December 深受欢迎。2012年的 Red 则开始融入流行元素，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成为他的首支公告牌百强榜冠军单曲。这张专辑的巡演收入高达 1.5 亿美元，奠定了他作为巡演女王的地位。但真正让他彻底转型的是2014年的1989，这是一张纯流行专辑，灵感来自他的出生年份。单曲 Shake It Off、Blank Space 和 Bad Blood 霸占了各大榜单。这张专辑让他第2次赢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他还成为首位从乡村转流行并大获成功的女艺人。2017年，泰勒经历了职业生涯的低谷和高潮。他与前经纪人斯科特·伯切塔和大机器唱片的纠纷，让他失去了前6张专辑的大师版所有权，这让他公开批评音乐产业的性别歧视，并决定重新录制旧专辑。同期发行的 Reputation 以复仇为主题，单曲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直指他的敌人，包括坎耶·维斯特。这张专辑首周销量破100万，她的巡演成为历史上收入最高的女艺人巡演。2019年的 Lover 则回归浪漫主题，单曲 MV 和 You Need to Calm Down 支持 LGBTQ+ 权益。2020年，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泰勒的创作。他惊喜发行了2张专辑 Folklore 和 Evermore， 转向独立民谣风格，与邦、伊芙和国家乐队合作。单曲 Cardigan 和 Willow
让他第3次赢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Folklore 被誉为他的巅峰之作，探索了虚构叙事和成熟主题。2021年起，他开始重新录制旧专辑 Fearless、Taylor's Version、Red、Taylor's Version、Speak Now、Taylor's Version 和1989、Taylor's Version 相继发行，不仅重获控制权，还打破了多项纪录。比如 Red、Taylor's Version 中的 All Too Well 10-minute version 成为公告牌最长冠军单曲。2022年的 Midnights 回归流行，灵感来自他的不眠之夜，单曲 Anti-Hero 成为他的标志性歌曲。这张专辑让他第4次赢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创下历史纪录。2024年的 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 则是一张双碟专辑，销量突破560万张，单曲 Fortnite 与 Post Malone 合作。他还继续打破纪录，成为首位在公告牌200榜上霸占前14位的艺人。说到成就，泰勒的奖项堆积如山，他有14座格莱美奖，包括4次年度专辑奖，这是前无古人的记录。他还是美国音乐奖的最多获奖者，40座，公告牌音乐奖49座和 MTV 音乐录影带奖30座，与碧昂斯并列。他的巡演 Eras Tour 2023至2024收入高达2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赚钱的巡演，引发了斯威夫特经济学现象，推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他的演唱会电影也票房过2.5亿美元。他被评为国际唱片业协会全球年度录音艺人5次，并在2021年获英国奖全球偶像奖。泰勒的个人生活常常成为媒体焦点，他的歌词多源于真实经历。他曾与乔纳斯、泰勒、洛特纳、杰克、吉伦哈尔、哈利、斯泰尔斯、卡尔文、哈里斯和汤姆·希德勒斯顿交往。2016年至2023年，他与英国演员乔·阿尔文维持长达6年的低调恋情，他还以化名参与了他的歌曲创作。2023年起，他与 NFL 球员特拉维斯·卡尔西的恋情成为头条，两人被誉为超级情侣。这段关系甚至影响了超级碗的收视率。泰勒也积极参与慈善，他捐赠数百万美元支持教育、灾区和 LGBTQ 加权益，并在2017年赢得对一名电台 DJ 的性骚扰诉讼，象征性的获赔1美元。当然，泰勒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与坎耶·维斯特的恩怨从2009年 MTV 颁奖礼开始，持续多年，包括2016年的电话录音争议。他的大师版纠纷引发了音乐界对艺人权利的讨论，导致他重新录制专辑。2024年 AI 生成的他的色情假图像流传，引发全球对 AI 监管的呼声，甚至推动欧盟立法改革。他的巡演也遭遇波折，2023年巴西演唱会因高温导致粉丝死亡，2024年维也纳演唱会因恐怖阴谋取消，新加坡独家演出引发外交争议，还有南港刺杀事件导致3名儿童死亡。这些事件让他更注重粉丝安全。进入2025年，泰勒依然势不可挡。他在5月30日正式购回前6张专辑的大师版所有权，并计划重新发行。8月12日，他在凌晨12点12分宣布第12张录音室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这将是他从上张专辑的重大转变，探索表演者的生活主题。这张专辑的线索通过他的 Instagram 和特拉维斯·凯尔西的播客透露，粉丝们兴奋不已。他的 Eras Tour 书籍在2024年首周销量近100万本，继续扩展他的帝国。泰勒·斯威夫特的魅力在于他的真实性和韧性。他从一个写日记的少女成长为影响音乐产业的巨人，推动了女性在娱乐界的赋权。他的粉丝斯威夫蒂斯形成了一个全球社区，通过他的音乐找到力量和共鸣。他还涉足电影导演，指导了13个音乐视频，包括 The Man， 让他成为首位赢得 MTV 最佳导演奖的女艺人。他的遗产不仅仅是歌曲，而是激励一代人勇敢追梦的故事。无论未来如何，泰勒·斯威夫特都将继续闪耀，书写更多传奇篇章。